血管堵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能会出现，无论堵在哪里，对身体都是有很大影响的。当血管出现堵塞时，走路会有2种表现，大家也要多留心。第一种，腿脚无力发麻。当我们走路时，如果发现腿脚无力，并且一侧腿发麻，那么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第二种，走路时头晕头痛。血管发生堵塞会影响血液循环，这时呢就可能会出现大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所以走路时就容易使人头晕头痛。那我们平时该如何保养血管呢？可以常吃2种食物。1. 山楂。山楂是一种酸酸甜甜的水果，它的营养价值很高。山楂中含有黄酮类物质和3萜酸，具有软化血管、促进血液循环的功效，所以经常吃一些山楂能帮助净化血液，预防血栓。2. 洋葱。洋葱在生活中很常见，洋葱营养价值也很高。那洋葱中呢含有一种特殊物质前列腺素 A， 不仅能保护血管健康，对前列腺也有一定的好处，所以没事吃点洋葱，血管也会保持年轻状。通过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，让我们意识到肺的健康。那么疫情期间在家没事，大家可以常做2个动作，有助调养肺部。动作1，自然站立，2条手臂向前伸直，然后逐渐的举过头顶，同时深吸一口气，然后2个手臂再合并在一起，身体往前倾，这时呼气，反复的做这个动作20下。这个动作能够提高肺功能，对缓解肩膀酸痛也有帮助。动作2，将双手弯曲握成拳，然后用手腕的力量有节奏的敲打胸部，每次敲打3到5分钟就行。这样敲打胸部也能够改善肺功能，有很好的养肺作用。这2个动作呢非常的简单，大家没事就可以做一做。除此之外，在家没事喝点蜂蜜柠檬水，也有很好的养肺润肺的效果。俗话说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。那么由于疫情的关系啊，大家都只能宅在家里，不能够出去运动。那木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甩手动作。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与肩同宽，然后双手前后用力的甩手，带动双肩。每天早晚这样甩手10分钟，也可以拿双手在身体前面交叉甩。那经常这样甩手，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疏通经络，提高机体的免疫力。而且甩手还能够调动人体的12条经络，畅通气血。坚持做下去，疾病也会越来越少哦。那大家在家没事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练一练这个动作，再配合着喝点普乔茶、蒲公英根茶等，对身体健康更有益处。相信这个春节是大家放过最长的一个假期了吧？经过1个多月的蜗居生活，也终于呢可以复工了。化个美美的妆，穿个漂亮的衣服，去见久违的同事们。但是啊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这圆滚滚的身材，看着年前买的衣服，套进去都有点费劲了，是不是有那么一瞬间不想出门了呢？那疫情宅在家的你，胖了多少斤呢？下面木子啊给大家呢分享3个方法，可以帮助你恢复好身材哦。首先，很多人发胖的原因肯定啊是疫情在家吃的，每天足不出户，在家没事儿就研究美食，或者呀每天吃饭的时间呢不规律，营养不均衡，就导致啊身体发胖。所以呢，想要减肥，大家就要注意饮食，1日3餐按时吃，然后不要暴饮暴食，细嚼慢咽，多吃蔬菜水果，这样呢对减肥是有一定帮助的哦。其次，疫情在家，很多人的作息规律啊都打乱了，经常的熬夜玩手机，反正我是这样的，那这也是发胖的原因之一。所以复工后，大家呢要调整好作息时间，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免疫力，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减肥哦。最后就是适量的运动了。那因为疫情的原因啊，大家呢都不能够出门。但是呢，现在情况有所好转，大家可以出门适当的运动运动，跑跑步啥的。不过呀，要记得戴口罩哦，这样呢，每天合理的运动也能够帮助减掉赘肉哦。那疫情期间，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啊是非常重要的，节食减肥是不可取的哦。节食会降低身体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上面3个方法大家可以结合在一起，相信你会慢慢瘦下去。现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努力下，可以说是控制得很好了。所以呢，很多企业都陆续复工了。但是钟南山院士提醒大家，有3个地方啊依然很危险，希望大家呢能做好防控工作。
第一个，电梯。电梯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因为电梯相对封闭，而且人员来往密切。如果是赶到上下班时间的话，电梯人一多就更容易传播病毒了。所以电梯呢一定要适当的消毒。第二个，办公室。现在呢都陆续复工了，那么办公室就成了我们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了，所以办公室也容易扩散病毒。那大家呢要做好开窗通风、消毒的工作。这样才能更好的预防新冠病毒。第三个，食堂。对于单位的食堂也是很危险的地方，因为大家吃饭时有的同桌就餐，有的交头接耳，这样呢就很容易传播病毒。所以大家呢要注意，吃饭时最好一人一个桌，不要跟人交谈，这样才能够避免病毒传播。话说10人9胃病，其实导致胃病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幽门螺杆菌。那为什么会出现幽门螺杆菌呢？可能和3种食物有关，若能主动拒绝，肠胃或许会感谢你。1. 辛辣刺激食物。那现在大多数人都比较喜欢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比如麻辣烫、火锅、烧烤等。这类食物呢，很容易刺激肠胃，导致肠胃受损，时间长了就可能会感染幽门螺杆菌。2. 剩菜剩饭。那很多人比较节俭，剩菜剩饭都舍不得扔掉，总留到下一顿热一热继续吃。但是剩菜剩饭很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，如果处理不好，也会导致幽门螺杆菌出现，影响肠胃健康。3. 腌制类食物。腌制类食物中含有很多盐分，并且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，如果经常吃的话，也容易伤害肠胃，导致幽门螺杆菌出现。所以这3种食物，希望大家尽量的不要吃。想要养胃，可以喝点丁香茶。丁香茶含有丁香油和丁香酚，能够修复胃黏膜，抑制幽门螺杆菌，有效的养护肠胃健康。螺杆菌别怕，若喜欢吃2种食物，胃或许对你感激不尽。第一种，卷心菜。卷心菜是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吃到的蔬菜，它含有的有机硫化物有很强的抑菌消炎的作用，所以呢，经常的吃一些可以帮助抑制幽门螺杆菌，起到养胃护胃的作用。第二种，蜂蜜。大家都知道蜂蜜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效果，除此之外呢，蜂蜜还有抗菌的作用，经常用蜂蜜泡水喝，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，保护胃黏膜。但是呢，建议大家不要空腹饮用，每天饭后喝是最好的。俗话说，胃病3分治7分养，所以我们平时要好好的养胃才行。除了上面这2种食物，大家呢还可以用蒲公英根、陈皮干泡水喝，也有很好的保护肠胃。幽门螺杆菌对于胃部是有很大伤害的。那当胃部出现幽门螺杆菌时，可能会有口臭、胃疼、消化不良等现象出现。那俗话说，病从口入。如果想把幽门螺杆菌拒之门外，下面2种食物要尽量少吃。第一种，少吃剩菜剩饭。虽然节俭是好事，但是剩菜剩饭最好还是少吃，因为饭菜一顿不吃完，很容易滋生细菌。如果经常吃的话，很容易感染幽门螺杆菌，不利于肠胃健康。第二种，少吃油腻辛辣食物。平时我们吃的烧烤和火锅都属于油腻辛辣的食物，那这类食物啊也是幽门螺杆菌喜欢的。如果长时间吃的话，很容易给肠胃造成伤害。所以为了肠胃健康着想，上面这2种食物还是尽量少吃吧。这样或能把幽门螺杆菌拒之门外。那想要肠胃好，平时还可以用陈皮和蒲公英泡水喝，有养胃护胃的作用。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存在胃里的病菌，它会损伤胃黏膜，带来各种胃部疾病。如果想要养胃，可以试试在白开水中加2物。第一个，洋甘菊。洋甘菊是很多人喜欢的，它有很多功效和作用。洋甘菊含有丰富的多糖苷类物质，胃不好的人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预防幽门螺杆菌，保护胃黏膜，对维护胃部健康有很大作用。第二个，丁香叶。丁香有暖胃养胃的作用，丁香中含有丁香油和丁香酚，具有抑制幽门螺杆菌、修复胃黏膜的作用。大家喝水时加一点丁香叶，也能帮助养胃护胃。胃病是要靠养的，平时啊要多注意饮食，不要暴饮暴食，少吃辛辣刺激和生冷的食物，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这样肠胃也会越来越好。但现在生活条件变好了，但人们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。高尿酸呢是常见的健康问题，对于尿酸高的人来说，有2种蔬菜要忌口，不然对身体健康不利。
第一种，菌菇类。菌菇类食物在生活中呢很常见，好吃又营养，但是尿酸高的人还是少吃这类食物，比如香菇、金针菇、蘑菇等，因为这类食物属于高嘌呤食物，会引起尿酸升高。第二种，芦笋。芦笋呢是人们比较喜爱的蔬菜了，但是呢，芦笋属于草酸类蔬菜，含有丰富的嘌呤。对于尿酸高的人来说，最好少吃为妙，不然容易导致尿酸升高，严重还会诱发痛风。那对于尿酸高的人来说，可以用蒲公英根泡水喝。虽然蒲公英是一种野菜，但药用价值很高，被称为天然的抗生素。蒲公英有很好的清热解毒、利尿消肿的作用，用它泡水喝有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，能够降低尿酸含量，预防痛风发生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拜拜。